错。德国没有时速的限制，所以想开到多少就开到多少。大概55%的油就要很多台币，还蛮贵。这是我们抵达德国的第一天，要来租车。Volkswagen Arteon, literally the same one I have, and the Range Rover. Range Rover will be more like an SUV section. And I have actually even bigger cars if you want something bigger, fancier, better looking. I don't know. Yeah, I think Land Rovers. Land Rover is okay. 好玩吗？这边还不错。刚刚有3个车给你选诶。对，还有 BMW， 然后宾士，还有 Land Rover， 然后我就选 Land Rover， 因为宾士跟 BMW 比较容易开到。宾士是不是我们在纽约也没有那么常碰到？对，所以其实都不错。其实都很好，BMW 纽约也比较少，因为奥迪比较多。可是因为 Land Rover 我以前有开啊，比较少开，所以想要玩一下，就可以开一下感觉。而且它全部保险都包，它加多少钱？14块还是多少钱？他说下楼。一天14块。那我们3天这样子多少钱？对，真的很 OK 啊。对啊。但是意大利还蛮贵的，就不怕出事什么的，反正都先包好了就可以。怕到时候出事麻烦。然后他就给了我们钥匙，跟我们讲车子停在哪里。我们现在正在下来找车子。对，又自己来。很不错，很不错。但我没有概念，这是什么样的车？这是英国牌子的车，因为也是蛮 fancy， 因为内装我是蛮喜欢，只是就是它好像妥善率不是太好，所以也不太可能买。好，就租的时候可以爽一下。对，可以爽一下。那在后面空间也蛮大的，还不错。这样能盖得起来吗？应该可以啊。这把手好酷哦，还凸出来。哇，高级的。这面板很 fancy 耶。对啊。停车场超大，几百个号码，也有西边、东边、南边，要找到自己的车也不容易。门开啦，我们要开车前往国王湖喽。你上一次开 Range Rover 是什么时候？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一台版面有那么新吗？没有。你大学的时候离现在也很久。这台车非常的有隔音的效果，很安静，感觉剪片非常的容易。是不是安静到一直不小心会快要超速的状态？对。完全没有那个轮子轰很大声，所以速度拉上去都没有感觉。对。天气好好哦。对啊，它这个质感也做得蛮好的，可以这样转。都很可爱的教堂，它的头上会圆圆的，或者是屋顶特别长。我们现在正在一路往南，要从慕尼黑开到国王湖。德国的租车超级顺畅，基本上只要原本有会员，它流程就超级快，甚至连护照都没有看。他看了我们的驾照就说可以。德国的道路驾驶也跟台湾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一样左驾，然后重要的交通标志也都长差不多。越往南开越接近有一些高山的地方。这样开车有这个景，好高级的开车地方。离开国王湖，我们还接着去天鹅堡，一整段都是相对比较乡下的路，我也有了很长的时间可以看看德国窗外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风景，像是在脚踏车的车非常的多，公路旁也常常有脚踏车车道，还有露营车也超多，看来是一个很多户外活动的地方。除了人以外呢，两旁时不时就有多到数不清的牛跟羊，也各种不同的颜色动物在旁边，看起来有放养的，也有圈牧的，就开一开就牛。他来挑战德国加油，感觉是。叫我先拿出来。对，他叫你先拿出来。可能加完就显示金钱在付钱，有了，开始记了。
它跳起来了。刚刚我看到有人从那里面走出来，有人从外面走进去。我猜是这边好了之后，走进去里面跟他讲，我们在第2道就可以付钱，进去实验一下。去付钱，去付钱。好了吗？定了，就进去柜台跟他说我们2号加油，然后付个钱，很快，马上就好。我们加了大概55%的油，就要2000多台币，还蛮贵。但是你有说它这一辆车的缺点就是油耗比较高，对，油耗表现不好。但其他都非常的完美，我觉得。对啊，其他车子蛮好。我们刚刚停好车子了，它这个车子有一个上联跟一个下联，他现在把上联拿去前面放。停车的付钱机器在这边，反正不要管这些按钮，先投钱就对了，然后他会跟你讲你可以停到几点 ，OK 的话就按绿色这个就会停。对啊，1块欧元的停车费，有个地方可以就停在餐厅的正门口，很方便。所以你开这个车在德国跟他共处了4天，感觉怎么样？觉得很好开，然后我觉得它外观跟内装都很漂亮，都是我喜欢的型，油门、方向盘、刹车等等各方面也都蛮好。唯一的缺点只有我觉得油耗表现不是很好，感觉蛮费油。然后还有很热的时候，我觉得它冷气不够强。这是唯一的缺点。但我本来就知道这个车蛮好，所以有符合期待。蛮好开的。对啊，而且它的整个稳定度真的超级高，我们上高速公路什么的，完全感觉不出来那个速度有拉起来。对啊，我们开到高速公路180，我觉得也算蛮稳的。德国没有时速的限制，所以它有好多段，只要它没有时速限制的路段，你都可以想开到多少就开到多少，都很猛，大家都有一种在竞速的感觉。对啊，好像180。对，我们开到180，但车子都蛮稳。都超级稳哦。而且它一直要到你超过150，车子才会有那个轰的声音，但是150之前都没有风声很好风切的声音啦。但是在150之前，车子本身是完全没有什么，你会觉得它有特别快的感觉。对，我觉得它隔音也很好，很安静啊，你不会觉得好像速度很快这样。就其实速度很快，但是感觉不太出来。那隔音真的超好，因为我们现在在车上录嘛。平常是没有办法在其他的车子这样子直接车上录的，不然声音噪音会太大，就会有外面的马路或是轮胎的声音。而同时，德国的路真的非常非常的平稳。对，德国路真的蛮好，很少那种美国那种坑坑巴巴动来动去。然后它的冷气是它有7段风速，1、2、3、4、5、6、7，你就算调到7，调到16度，一进到车子里面还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任何的那种一吹就哇好舒服的那种很凉的风，完全没有。只是一个打架，它只是一个凉爽的风，所以你必须要等它等个5分钟之类的，至少5分钟吧，车子才会从那个烫烫的状态变到舒服的状态。对，冷气没有很强。它会不会让你想要下次再租它？如果还有这个选项的话，可以啊，我觉得可以。但如果有别的没开过，我会想试。我如果都是选过的话，这个可以再选。这是一台让人想开可以再开的那种。对，没错。很高级。我想，因为凯迪拉克就是会有点咔咔咔声，有点廉价。这台车的声音也蛮有质感。这台车的声音是有一个慢慢的这样咻一下，这样有一个小小的回音，感觉质感。巨人的巨幕里面，会不会女巨人在里面？离开天鹅堡后的路上，看到很多的木头工厂，真的拿来做家具，看起来就会超贵的啦。而且不管怎么样，去哪里永远都是有满满的牛，好像拍牛奶广告的地方哦。牛过了之后，连马也来，整个路程的气氛都非常的舒服。我们遇到的德国人也都普遍非常友善，所以还蛮推荐可以来德国自驾的。现在显示塞车，很顺畅啊。
一个转弯啦，我们要进到地下室了。Yes. Yeah. I write down the mileage 27. 606. Perfect. 好，我们还完车了。那我把车子绕一圈，我们还得非常的完美。我们习惯最后还是拍照记录一下，虽然我们有权限，所以不太会有什么问题，但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有保留记录还是比较方便。下一集开始会是瑞士的连发，我们会从德国转车到瑞士去少女峰区域和策马特玩，喜欢可以帮我们订阅一下哦。